小薄荷，我喜欢你，比梁山伯对祝英台的喜欢还要喜欢。我这样你应该不会打我了吧？嗯。别不开心了。好啦，看在我费那么大劲爬上来的份上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把你交给二少爷。可是你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你最近奇奇怪怪的，还特别狂躁。不是说好了要帮我一起找魂珠，怎么想着法儿的想跟我解除契约？我没想跟你解除契约，而且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终于肯说话了。拿这个给你，这个呀是我缝的薄荷香囊，以后你要是不开心了，就拿着闻一闻。不要，缝的好丑。行啊，你不要，那我就……不是说丑不要吗？还我！还我！不给，图案是我的了。还我！你还我！哎你！好了，现在东西也拿到了。你现在应该告诉我，你这几日为何总这样，总是针对二少爷？难不成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？要不你们还是好好谈谈吧。我觉得二少爷这个人其实挺好的。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现在是否记得当时那个动作？少将军，让洛风助你一臂之力，这次绝不会让你再失望了。这感觉很不同，仿佛触动了我，你慢慢走进了我的心中。爱情像流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会爱上彼此笑容，只想和你同游它世界的尽头，我们手牵手一起看彩虹。原来只有
其实真的不同。公主，定是那小薄荷设计勾引少将军的，要不然眼高于顶的少将军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丫鬟？啊！共同的秘密在心中。降临这个时空，不知不觉就会爱上彼此笑容，只想和你同游。那个，我花粉过敏，鼻子太痒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呀！哎哈，啊，哇！你在这儿干嘛？大哥，就算小薄荷是你的丫鬟，你也不能强人所难吧？我强迫他，明明是他被本将军的魅力所折服，情不自禁。敢问大哥是真的喜欢小薄荷吗？你有事儿呢，就说事儿；你没事儿，请走开。本想邀大哥一同喝酒，看来大哥是没有兴致了。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也是，我差点忘了，大哥酒量不好。我酒量不好？定是刚刚和臭猫在外面吹风着凉了。刚刚那只丑猫居然说喜欢我，而且还不是为了解除契约，这太扯了。他是真心的吗？切，不可能，一点预兆都没有。一定是主人和宠物待久了，产生了依恋感，一定是这样。现在就去问个明白。我从来不和大哥争抢，只要大哥喜欢，我一定会无条件的退让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不会退让。我要和大哥争到底。就凭你和我争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大哥不要再强人所难了，小薄荷他根本就不喜欢你。谁跟你说小薄荷不喜欢我？他把香囊给我，就是赤裸裸的表白，你懂什么？哎，薄荷，看见没？送我香囊的女人来了。谁让你喝这么多酒的？跟我回去！别揪我耳朵！大家好兴致，喝酒怎么能不带我一个？公主见谅啊，少将军已经喝醉了，我马上带他回去。谁说我喝醉了？我就说嘛，少将军没醉，还没和我喝呢。再这么喝下去，这只臭猫怕是要原形毕露了。公主要是一定要喝的话，我替她喝。我也要喝。这酒可是产自我们落日城的烈酒南儿泪，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是喝了这酒，男儿的泪就不再金贵。小薄荷，你确定要喝吗？喝。小薄荷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。我南平晚看上的人，一定跑不了。少将军，一定是我的。那我也跟公主说句心里话，你不要在少将军身上白费时间了。喜欢少将军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他迟早得回家。我看，你就是以此为借口，想要把自己留在少将军身边。说，你是不是喜欢少将军？啊？喜欢他？你看他那左脸欠抽、右脸欠踹的样子，谁会喜欢他呀？怎么不可能？你日夜都守在少将军这么优秀的人身边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心动？我怎么了？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喜欢少将军。我要和你一决高下。我要让少将军知道，我才是他值得喜欢的人。公主，公主，罗峰，赶紧把公主带回去休息。我？哦，来，喝酒，跟我喝，就你们几个，决战到天亮。小薄荷，我不该去五郎中那儿的。二少爷，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错，是那只猫太顽劣了。说谁顽劣呢？我先把少将军带回去休息啊。你早点休息啊。不能喝就别喝，你们猫星人都这么喜欢逞能的吗？那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口是心非的吗？放开我！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什么问题啊？你的脉搏好快啊！那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。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本王子的表白。表白？你那个只是宠物对主人的依恋。就是因为我从五郎中刀下救下了你，所以才会让你产生这种错觉。不过呀，这也不能怪你。我青珊瑚小薄荷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你看，
龙仔也喜欢我。我现在对你不是那种喜欢，那是哪种喜欢？是梁山伯对祝英台那种喜欢。莫非是春天到了？要不给你找一只母猫？我是玉离星王子，重点是王子，不是猫。我之前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，但是我慢慢发现，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会变得很难过。然后你靠我太近，我也会手足无措。我看见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也会开心。但是我看见你难过的时候，我会比你更难过。现在，我愿意为了你，放弃毁玉离星，因为我想要和你拥有很长、很长、很长的未来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，一生一世。小薄荷，我喜欢你，比梁山伯对祝英台的喜欢还要喜欢。我这样你应该不会打我了吧？嗯。这落日城可真是北风卷地百草蛇。啊！带上。谢啦。哎，姐，那个南禅的会员号又来了啊！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要不是父王器重的，我连应付都懒得应付。你自己保重，阿健。公主，路途遥远，这一路可还顺利啊？有少将军陪我回来，这一路自然顺利。啊。少将军，您这速度非同常人啊！这么快就用上情侣款了？喂，你干嘛？你要是不想染风寒呢，就给我好好待着。哼！想必这位就是天离国的少将军吧？久仰大名，呼延至今
未能与少将军交过手，乃此生最大的遗憾。交手之后呢，那就不是遗憾了，是遗言。少将军不远万里，舟车劳顿，城主已备好了宴席，给少将军等人接风洗礼，请。天离国有句古话，叫“闻名不如见面”。今日一见少将军，果然是人中龙凤啊！请入座。走。少将军此举不合规矩，宫廷宴席，侍女当立于身后。他是我的人，规矩我来定。少将军远来是客，不必拘泥于我族规矩，一切自便即可。诸位远道而来，我落日城必将拿出最大的诚意。稍后，诸位可品尝我落日城的美味佳肴，是选自我城最著名。如果大家吃不惯我们落日城的美食，我们也备了天离的口味。多谢城主和夫人款待，但是，城主应该想必知道，我等此行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签订。少将军，今日不聊国事，只聊家事。好，来，我和夫人敬少将军一杯，感谢少将军救了我儿飞得一命，先干为敬。父王、母后，少将军这次前来，除了国事之外，的确还有私事。不知父王可否听说过白魂珠？哦，少将军对白魂珠也感兴趣。少将军对魂珠很有研究。原来如此啊！这白魂珠眼下的确是在本王手中。听说此珠是来自天上，甚是稀少。按说少将军救了我儿，我应赠与将军。只不过这……城主直说无妨。啊，您请坐。只是这白魂珠啊，已经列入了小女的嫁妆清单之列，在婚前随意将嫁妆示众，这可是犯了我落日城的大忌呀！父王，你要给我招驸马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婉儿，先听你父王把话说完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和你母后甚是着急。前几日，我发了邀请帖，让各大名门望族前来参加你的选婿大赛。此事我已经交给了萧大人来安排了，放心，父王定会给你选一个称心的如意郎君。谁要是敢对我女儿不好，父王饶不了他。父王，女儿自己的事，我想自己做主。放肆！女儿家家的，怎可说出这种话来？各位见笑了啊！对了，少将军和二少爷若是对小女也有心意，欢迎来参加他的选婿大赛啊！确实不公。少将军，您真打算参加招婿啊？不然呢？可是，您可曾想过，您要是取得了白魂珠，也就意味着成为了公主的驸马。你兵书都是怎么读的？这叫做缓兵之计。再说了，大不了我赢了比赛，我命令你替我去跟公主成亲，不就行了？啊，若是将军的意思，属下不敢不从。昨天才跟我告白，今天就去当人驸马爷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荣仔，你说那只猫是不是表里不一呀？
表面上是去选婿，其实是为了帮我拿白魂珠，对不对？行吧，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，一探究竟。刚才那城主看您的眼神，显然已经把您当成了准驸马呀。哎，此乃人之常情。本将军魅力无边，试问天下哪一个父亲愿意错过将本将军招为乘龙快婿的机会？是，少将军无论在哪儿，都是最耀眼的存在。不过少将军，您觉得小薄荷会怎么看待这件事？他肯定觉得本将军魅力无边，能够得到本将军的青睐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定是觉得少将军如此抢手，按耐不住，过来表明心迹了。切！去你的三生有幸！我看是家门不幸。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狂妄自恋的人？哦，不对，是猫。枉我还以为他已经转了性。果然狗改不了吃屎，臭猫改不了偷腥。哼！唉，女人呢，贪得无厌。啊？她定是被我昨日的表白深深打动。她这是故作生气，只是为了再次体验这非凡的表白。不过呢，本王子说过，下不为例。这种高规格的表白，仅此一次。哦，少将军，您果真是情场高手，属下佩服。俗话说得好，嫉妒使人发狂。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嫉妒的时候，才会感受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。接下来，小薄荷定会按耐不住自己，来阻止少将军参加选婿，转而向少将军表白。不仅如此，只要少将军夺下选婿桂冠后，再向城主表明自己是为了二少爷来参加选婿的。当然，属下也愿做少将军您的挡箭牌。再在小薄荷感动之际，将白魂珠送出。如此一来，既能将情敌除去，还能俘获小薄荷的芳心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可以。不过呢，下次不要抢我的话说。是。你别想再替那只臭猫求情了。知道看错人了吧？还想跑？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我拿回白魂珠，还说要帮我找回哥哥，还妄想本小姐倒贴逢迎他，做他的白日美梦。本薄也靠自己也能拿到白魂珠，只不过我这女儿身怎么样才能去参加选婿呢？小薄荷在吗？二少爷，二少爷找我何事啊？莫非二少爷也想当驸马爷？你想哪里去了？我们少爷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吗？青云，尽管我对做驸马毫无兴趣，但是我却想帮你取得嫁妆里的白魂珠，这样便能够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早日和子木兄相聚了。还是二少爷讲义气，相信我们二人联手，必定能打败那个丑少将军。少将军，稍安勿躁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我相信很快小薄荷便会按耐不住来向您表白，求少将军不要参选驸马，您就放心吧。少将军红光满面，
看样子是胜券在握呀。呼延大将军大可不必跟我虚伪，我也懒得跟你敷衍。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我们落日城的盛事选婿大赛。萧某是本次大赛的负责人，在此预祝各位比出风姿，赛出精彩。李侍卫，人都到齐了吗？看见没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最终他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欲望。你说我等一下是想一想，还是直接带你打？我觉得都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少将军，事情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。大哥，这次便由我来为小薄荷赢得白魂珠，不劳你费心了。时间宝贵，萧某便单刀直入了。本次选婿大赛共3关，每一轮决出1名优胜者直接晋级，剩下的选手顺位晋级，末位淘汰。第1轮比赛乃才艺展示，以成双成对为主题进行刺绣。给大家1天的练习时间，明日4时比赛。夫人，这为何要设置刺绣这一关呢？有何用意？众所周知，男人不会刺绣，那我偏要看看，有谁愿意为了迎娶婉儿，去突破自己。高明啊！如此一来，还能测试驸马的耐心和细腻程度。夫人高。萧大人，二少爷，小薄荷，你们看到白魂珠了吗？那些压箱底的东西，肯定在城主手中。这白魂珠，真的是白魂珠，这可才是真正的宝。这个试纸拿出来，没有天狗的纹路，果然是跑出来了，真是了不得！这手臂也太大了吧！此这一出戏，其他的就不算什么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竟然偷偷背着我跟莫雨姬组队，这小薄荷也太不像话了。不过这二少爷平日里看起来人畜无害的，竟是如此表里不一之人，不像咱们少将军，从不标榜自己，从不戴着面具生活。本将军向来表里如一，莫雨姬那个小子，口口声声说尊敬我这个大哥，还说要跟我公平竞争。结果私底下趁虚而入，跟小薄荷组队，两面三刀，阳奉阴违。少将军，你可一定要在这刺绣环节赢了二少爷。废话，属下碰巧听到，这小薄荷请了全落日城最好的绣娘，要给这二少爷开小灶补课呢。这臭丫头居然盼着他赢，要不少将军你也去，在这练习阶段就给这二少爷来个毁灭性打击。这绣春坊果然名不虚传，小薄荷有心了。我青山镇包打听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。二少爷，你在这里学习刺绣，
一定能一举夺魁。好漂亮的小虎斑啊！这只猫跟你养的那只小酱油颇为相似呢。我的那只丑猫比它差远了。说谁臭猫呢？说谁谁知道。有些猫就是一副朝秦暮楚的自恋之相，那皮毛、那虎纹，杂乱无章，肆意生长，一看就是一只没原则的猫。没有原则？你带着他开小灶，说我没有原则？哟，少将军何必急着跳出来承认呢？我承认什么呀？是，我们是开小灶，总比有些猫偷听的好。怪不得方才洛风鬼鬼祟祟出现在二少爷房间门口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这绣春坊本就是落日城闻名，少将军乃是慕名而来，把偷听说的冠冕堂皇，我看就只有你了。两位公子的到来，真是让我们绣春坊蓬荜生辉。我们绣春坊的教学呀，那在整个落日城可是赫赫有名的。公子放心，包你们只需要1炷香的时间，就能入门。各位请吧。这刺绣呢，讲究的就是针法，针法成了，也就成功了一半。臭丫头，真是诚心跟我作对，本王子就不信赢不了她。我这个绣针呢，共有这么卖力，还不是为了娶公主？要有齐针、轮针、套针和乱针。想不到二少爷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连绣工也这么精湛。我从小跟在母亲身边，耳濡目染，不过只学得了皮毛，还需绣娘指正。装腔作势。哎呀，没想到少将军的绣工，竟是如此了得啊！区区刺绣，不足挂齿。我们少将军，可是能为了心爱之人，那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惜。哼，风流成性。我去给二位准备镇店之宝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二少爷真是蕙质兰心，针脚收得真漂亮。少将军果然是不拘一格，龙飞凤舞，气势磅礴。这刺绣呢，讲究的是一个形似，恕我眼拙，判断不出少将军的刺绣图案。哼，品味庸俗，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少将军刺绣的意境。我们少将军下针如有神，可谓是灵魂绣手，100年不遇。二少爷的运针技巧已是炉火纯青，4两拨千斤，永远比蛮力来得高明。二位。谁绣得更好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绣娘，就算你提供的针再好，绣工不到位，还是无济于事。这位公子的龙凤共舞，就差这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绣了，用这象牙针就能完美无缺了。照这样说的话，我们二公子用最普通的针，一样绣得惟妙惟肖，这才叫真本事。哎呀，象牙针穿透绣盘，可以达到雁过无痕，最适合你这凤凰翅膀上肩部的刺绣啦。不用，本将军向来不屑这种投机取巧之事。我今天就要用这根普通的针赢他。我也不想以己之长攻彼之短，大哥，你还是用象牙针吧。莫雨欣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我就用这根普通的针，照样可以赢得你满地找牙。韩绣娘，你怎么了？
看，我这对鸳鸯是不是缺少了一些神韵？一定是绣线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有七彩线，一定会事半功倍的。言之有理。那二少爷，你在这里好好磨刀，我去搞七彩线。邵将军，邵将军，这是七彩线。七彩线，真的是岂有此理！竟然处处像是那个莫云姬。邵将军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那象牙针确实有问题。针面上涂有西域奇毒、黯然百草枯，无色无味，杀人于无形。将军，继续说啊。哦，属下还问过那韩秀娘，韩秀娘说有人花重金让她在针面上下毒，但是对方戴着面具，无法认清对方的真容，还说这面具人举止怪异。不过依属下的推测，这面具人应该跟驿站刺杀的是同一拨人，幕后主使定是那天狗。不过，也不能排除是因为邵将军您太过于优秀，不乏有些嫉妒之人，想要扫清障碍。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我都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比赛开始。二少爷，加油！姐，看好谁啊？开始投票吧。本轮入选5人，剩下这些歪瓜裂枣，可以领一点安慰奖回家了。我投邵将军这条龙。那你看这条龙啊，神情郁郁寡欢，站在这望岐石上，就像等待自己心爱的人千万年。啊！没想到这邵将军平日里威风凛凛的，这心里还有这么细腻柔软的一面，难得。这条毒龙看似和题目有违，却恰恰体现了邵将军独特的创意和构思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这父女俩一唱一和的。飞德，你说。我投呼延将军一票。呼延将军不顾儿女私情，大气为国，绣的雄鹰一定能够守护我们耀日世世代代呀！你不是最讨厌的狗皮膏药吗？我南非德为人公允，怎会因个人喜好来投票？切，我信你个鬼！我投莫雨季。这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观，正合我意。想当初我还是一个妙龄少2比1，邵将军赢了。慢着，我还没说完。这耀日部落不缺将军，缺的是有理财头脑的人才。我听闻这莫家二公子啊，颇有经商头脑，十分适合打理财政。就这么定了，本轮冠军莫雨季。焦大人，你可以去通知大家了。是。母后，你不是说票数多者为胜吗？哦，忘了说了，我有1票否决权。父王，我也没辙。下面我来宣布比赛结果。本轮的优胜者是天离国莫府2少爷莫雨季。
多亏了小薄荷带我前去修房练手，我才能够胜出。那是二少爷心灵手巧。剩下的选手是天离国少将军莫修染，西岩国神善山庄单公子。少将军，等等我！小肚猫肠。盘丝洞啊，这叫七彩线。莫修染呢？输了比赛，在哪儿生闷气呢吧？他就这么输不起啊？还不是因为你。把话说清楚了。少将军根本就没有打算娶公主，他是想赢得这场比赛之后，把驸马之位让给有缘之人。他想得到白魂珠之后，当做惊喜送给你。没错，少将军确实有时有点自恋吧，但是他对你的心意那是日月可见，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。这臭猫嘴还挺硬的。我走啦。这只臭猫怎么也在这里？正好找他问清楚。巧啦，你也来这里找啊？公主呢？越来越搞不懂这只臭猫在想什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你参加选婿是为了我。哼，自作多情。哼，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别管，抱紧我。快，快！那边。这个天狗似乎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非常的熟悉，他很有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。
针面上涂有西域奇毒，黯然百草枯。近几日的这几起袭击，分明是针对我和小薄荷的。到底是谁呢？想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天狗的眼睛直视日光，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弯月形。天狗的能力仅次于熟狐。这次落日之行，王子殿下一定要小心。天狗到底有什么实力，能让姐姐如此谨慎？听说天狗可以读取人心，操控傀儡，一旦被它读心，印堂会闪过一道红色的印记。在我房间门口等我呢。方才为何离席？刚才雷侍卫说萧大人找我有事儿，我就去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萧大人好像知道我哥哥的事儿，而且他这个人有点奇怪，好像在套我的话。以后呢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擅自行动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。我小薄荷的随机应变能力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那我说过的话呢，我不想重复第二遍。还有，小心萧大人。萧大人果然有问题。早点回去睡吧。啊？什么嘛！我话都没说完呢。这只臭猫，为什么还不理我？身边突然没有它叽叽喳喳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没事吧？谢谢二少爷。魔修冉，喂，你是不是觉得萧大人和天狗有关？砍路，没有能力呢，就不要跟上了。出点什么事情，莫雨剧可保不了。凶什么凶？你保护我不就好了？传闻啊，这落日森林异常凶险，易进难出。这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顾延将军，还是小心为妙吧。不对，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小姑娘，你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是真的，我刚刚在这里做了标记，绝对是真的。少将军，莫非这就是鬼打墙？区区障眼法，雕虫小技。小薄荷继续留在比赛中，只会更加危险。就趁这个机会，让他和莫雨姬出局吧。二位，先走一步。这是我凭印象还原的落日森林的地图。现在是正午，太阳在正南方，那我们的影子应该朝北。
这么看来，落日森林的出口就在这儿。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。两位比我预想的早了2个时辰。少将军，咱们俩做个交易怎么样？我知道你对公主根本不感兴趣。这样，到时候我迎娶公主，你拿嫁妆，咱们各取所需。你闭嘴！少将军，果真如你所料，他们没有痛感，必须刺穿心脏才足以致命。我说少将军，你这是招惹了一帮什么怪力乱神啊！少将军，这是为何呀？他怎么来了？少将军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眼睛，少将军，不对，他不是天狗。竟敢偷袭本将军！等我抓到他们，一定将他们碎尸万段！哎呦，哎呀！落樱花是我拿到的哦。哦。前几日是我太任性，一意孤行，错怪了你。你方才将我撇下。是因为知道终点有危险，不想让我来，对不对？你想说什么？那我现在把落樱花送给你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你接受了，就代表我们和好了。不准再生我气了！
大哥心中主意已定，为何要给小薄荷不切实际的希望？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。我们俩很熟吗？我说过了，小薄荷的事我绝不会退让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少将军，你赢了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萧大人的眼睛面对太阳，没有出现月牙形状，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天狗。为了引出天狗，我别无选择。那你不怕小薄荷伤心吗？恭喜少将军荣获桂冠，成功迎娶小女。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便设宴大婚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少将军，意下如何呀？城主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考虑什么？考虑考虑我呀！您看我，为落日城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您看我对公主一片赤诚。闭嘴！堂堂一国将军，这副模样还提要求，哼！夫人，您觉得呢？一切按照婉儿的意愿去办吧。父王、母后，女儿心意已决。好。一切按照计划行事，不可以出半点差错。属下明白。这个女人又在搞什么？把自己喝成这样，难道她还不明白，娶公主是在做戏吗？舒服多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不是都已经和好了吗？你喝多了。我小薄荷千杯不醉，你才喝多。这个女人喝醉酒的样子，还蛮可爱的嘛。莫秀然，我知道你不是真心想娶公主，你才知道啊！你是为了帮我拿到白魂珠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不娶公主，我就……我就把魂珠还给你。大不了我以后都让着你，大不了我像祝英台喜欢梁山伯一样喜欢你。
梁山伯跟祝英台终究是悲剧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悲剧再重演。行，我就把你变回猫，看你怎么成亲。变！小波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冒这个险。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这一书书到头，二书书到尾，三书书到白发。行了，不用书了。办我办的还不错嘛，滚！嗯，这眉毛还差点意思。这样好多了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哎，你怎么挡道啊？等等。